大家好，哎呀，出大事了！孟晚舟这个最近的动向很迷呀。孟晚舟这边出大事了，孟晚舟的老公爆料出来了一个惊天大猛料，从这个料里面可以看出来，孟晚舟已经不忠于中国共产党了，她有二心了。加拿大这边的 CBC 报道出来了一个新闻，说孟晚舟准备逃跑，中共这边曾经包机想要把孟晚舟撸走。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新闻报道啊。1月12日，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卑诗高等法院申请放宽她的保释条件，但控方反对改变。庭上，加拿大检方律师还透露指称，华为曾经包了一架波音777飞机，用于将该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从温哥华接回中国。检方称，这是因为孟晚舟的引渡案曾经于去年5月的时候会做出一个关键的判决，就是孟晚舟是否犯有双重犯罪。这一裁决将会影响美国的引渡程序。那在这里，面具人，我想补充一下啊，孟晚舟向温哥华的法院提出要求放宽保释条件，但是面具人，我个人认为啊，孟晚舟充其量就是想多要点人身自由，少一点监视，对吧？并不代表孟晚舟她本人想要回中国。孟晚舟她本人肯定是不想回中国的。你想嘛，自己的老公孩子都在加拿大，她花了那么大的精力，花了那么多的钱，又是在加拿大搞上学，又是买房，又是办绿卡，办枫叶卡，对吧？她怎么可能再回中国呢？中国好，她就不至于来加拿大了嘛，对不对？她不至于把家人全部送过来了嘛？怎么花了那么多的钱，那么大的精力，把家人全部送过来了，结果又要回去呢？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嘛。来继续看啊，现年48岁的孟晚舟，自从2018年12月1日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被捕以后，一直在采取司法手段，争取避免被从加拿大引渡到美国。去年5月，一名加拿大法官在孟晚舟引渡案的一个关键环节上，支持了代表加拿大政府的检察官允许继续对孟晚舟进行引渡听证。这一裁决支持了检察官的观点，即孟晚舟被指控的行为在加拿大和美国都是非法的，因此符合双重犯罪的标准，因此双方两国可以引渡。代表加拿大政府的律师卡尔斯利在周二的保释变更申请听证会上则介绍称，在该裁决公布之前，华为从中国南方航空包了一架波音777飞机，准备将孟晚舟带回中国。如果当时双重犯罪的裁决对他有利的话，看，这是关键点啊！加拿大这边的律师点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句话：如果双重犯罪对孟晚舟的裁决有利的话，也就是说，孟晚舟不用被引渡到美国，因为裁决对孟晚舟有利，所以孟晚舟不用被引渡嘛。但是这不代表孟晚舟不能在加拿大继续待下去，对不对？对孟晚舟有利，孟晚舟虽然不用被引渡到美国，但是她可以继续待在加拿大呀。但是中共这边等不及呀，等不了呀。如果裁决对孟晚舟有利的话，不用引渡了，那孟晚舟的自由程度就会大一点，她可以安安心心的在加拿大继续扯皮。那中共这边的波音777已经准备好了，你孟晚舟也不能留在加拿大，肯定中共会想各种办法把孟晚舟给弄回去。所以呢，从这儿能看出来，孟晚舟本人未必是想回中国，但是习近平非常想急切于把孟晚舟弄回中国，以至于中共在孟晚舟开庭前后都已经把飞机准备好了，只要一有新的动静，二话不说，想办法，不管是用特工把他撸回去，还是说连哄带骗，让他自己悄悄地走到机场把他带回去。路透社报道指，这个举动，此举是在卡尔利斯盘问孟晚舟的丈夫刘晓宗的时候透露的。因为华为律师试图申请放宽孟晚舟的保释条件，包括在宵禁时间外放宽对孟晚舟的日间监管要求。卡尔利斯称，为孟晚舟胜利飞行预定的私人飞机是一架波音777，可容纳360多人。
是在中国领事馆的协助下包机的。卡尔利斯问孟晚舟的老公，你是否知道，如果你的妻子孟女士在法院判决中胜诉，就会有飞机安排她回中国？刘晓宗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卡尔利斯接着问，你是否知道中国领事馆的成员也参与了该航班的包机安排？刘晓宗则回答说，我不知道。看，从这一段对话里面就很明显的能看出来，是孟晚舟的老公主动向加拿大检方爆料的，中共想要用飞机把孟晚舟给弄回去，并且呢，孟晚舟本人和她的老公并不知道中共大使馆参与了包机，想把孟晚舟给弄回去的这个事情。至少明面上她老公说我不知道中共大使馆参与了，所以呢，孟晚舟她老公的这个言论说她不知道中共大使馆参与过包机，也印证了面具人我刚才的一个设想，就是中共这边想软磨硬泡，连哄带骗的把孟晚舟给哄回去。而且很有可能孟晚舟她老公是在孟晚舟的授意下找加拿大的警方爆料出来这个事情的。因为孟晚舟她这个人设不能塌呀，巾帼英雄呀，爱国女英雄呀，她并不能说她自己不爱国了，她不想回她爱的国了，对吧？并且呢，孟晚舟还要透露出来她爱国，但是她不能回国，是加拿大迫害她，所以呢，只能她老公来干这个事儿，并且呢，孟晚舟周围也肯定有很多眼线孟晚舟的一举一动不但受加拿大的监视，面具人我敢给你们打保票，中共的人也在监视着孟晚舟呢。所以呢，这个事儿只能是由孟晚舟最信任的人，也就是她的老公来爆料。那么从孟晚舟老公的爆料也可以看出来她的这个老公也不想孟晚舟回国嘛。在这个盘问的环节中，刘晓宗指出，他担心妻子会从派来的监管安保人员那里感染得病。孟晚舟的律师试图放宽对孟晚舟的保释条件，以使得他在离开温哥华的住宅后不再受到安保人员的监管。刘晓宗提出，他们的2个孩子担心因为警卫的存在而被公众认出。但在法庭上，加拿大政府的律师试图通过强调孟晚舟在温哥华保释期间的生活方式以及各个方面来削弱刘晓宗声称的对病毒的担忧。而在这些方面，此前呢，加拿大的媒体也没有太多的报道，等于说这个事儿是忽然爆出来的。孟晚舟她老公在这个环节一直声称，哎呀，担心有疫情呀，担心别人把她给得病了。事实上呢，这就是没事找事儿。为什么？他想把这个篓子捅出来，他并不想放松对孟晚舟的监管。如果说加拿大这边的警方人员对孟晚舟的监管变松了以后，那中共这边的特工能下手的机会就会变得更多。无论是说把孟晚舟直接给就地正法了，还是说把孟晚舟直接给绑上飞机带走，只要加拿大这边的警方监管一放松，那孟晚舟面临这种下场的可能性就会变大。所以呢，你看孟晚舟的律师提出来这个事情，但是孟晚舟的律师并没有说孟晚舟非常强烈的想要求这个事情，并且呢，孟晚舟本人也没有说这种话，而且呢，孟晚舟的老公还主动把这个事情给捅出来了。所以呢，面具人我就在猜测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并不受孟晚舟的控制，而是受习近平的控制。孟晚舟现在能自主的权利非常少，就像上一次孟晚舟的律师和美国那边的律师沟通，说要孟晚舟认罪了以后，就可以把孟晚舟送回中国了。当时孟晚舟也是把这个事情给捅出来了嘛，还吵得沸沸扬扬的。孟晚舟当时就拒绝了嘛，她不认罪，也不想回国。另外呢，根据南华早报报道指称，在盘问下刘晓宗描述了一次圣诞晚宴的情况。孟晚舟一行人14个人，显然是无视当地的疫情规定，预定了整个餐厅，还在华为员工的租住的家中购物和聚会。报道指称，根据2018年12月批准的1000万加元的保释条件，孟晚舟必须住在1360万加元的家中，这也是他在温哥华拥有的2处房产之一。根据保释条件，
孟晚舟必须遵守晚上11点到早上6点的宵禁，但除此之外，只要她远离机场，就可以在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漫游。孟晚舟的脚踝上必须带上 GPS 追踪器，并且呢，由狮门风险管理公司的私人警卫随时陪同。孟晚舟花钱请警卫，警卫开着大型黑色 SUV 在城市里面给她当司机，但是他们是作为法院官员的身份，防止她逃跑的。你看啊，孟晚舟的老公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你们看孟晚舟不听话呀，在晚上还跟14个人去搞 party， 还预定了整个餐厅，哎呀，这多危险的，你看万一得病了怎么办？这明显就是你们加拿大警方监管不力嘛。咱们不知道是不是去购物或者是聚会啊，咱们不知道孟晚舟本人愿意不愿意啊，或者是被软磨硬泡连哄带骗的给搞到那儿去了，然后呢再交涉一些信息勾兑呀什么的。但是明显可以看出来，孟晚舟的老公是不愿意发生这种事儿的。她老公听谁的话呢？她老公肯定听孟晚舟的话呀，对吧？孟晚舟又有钱又有地位，孟晚舟要是回国了，那加拿大这边的学费生活费可不便宜呢，对吧？她老公哪来的钱呀？那不得孟晚舟给呀。所以呢，站在她老公的角度上，孟晚舟也不能走啊，她老公也不想孟晚舟走，并且呢，孟晚舟本人也不愿意走。你想嘛，孟晚舟回去中共国了，就中共这种黑屋子啊，未审先判，把你电视认罪，或者给你扣个什么罪名呀，叛国呀，乱七八糟的，对吧？你们想嘛，中共把马云都给消失了，还别说他孟晚舟了，对不对？当然了，面具人我之前说过，中共不会把马云怎么样的，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啊，咱们留着以后验证嘛。根据报道指出啊，刘晓宗在当天出庭作证时说，他和他的2个孩子住在香港，加拿大移民部给他们新冠疫情旅行限制的豁免，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破例从香港到加拿大，并且呢，允许刘本人在10月前前往温哥华，2个孩子呢在12月前前往，等于说这一家子都已经在加拿大团圆了。你看加拿大够人性吧？并且呢，加拿大也给香港人了很多这个难民签证啊。刘晓宗向法庭表示，他反对他们家人外出时警卫在场。他说，因为安保人员与他同车而行。刘晓宗说，我认为我的妻子患新冠肺炎的风险增加了。他在法庭上宣读的一份宣誓书中指出，他的妻子是一名甲状腺癌幸存者，并且患有高血压。刘晓宗说，安保人员的存在让他们2人与12岁的女儿还有18岁的儿子感到很烦恼。他们之前很喜欢一起去咖啡店、商场和游乐园，但警卫的存在让这成为了一种挑战。代表检方的卡尔斯利提出，即使是挑战，也不能阻止他们一家在警卫的带领下进行这些活动。无论如何，疫情使这种活动的可能性降低，但是警方还必须要跟随。结果呢，刘晓宗没有反驳，同意了这种观点。你看啊，孟晚舟老公在这里表现的就非常的扑朔迷离。他先是把这个事情当作抗议给爆出来了，然后呢，他又以哎呀有保安在跟前，这个不方便那个不方便来说事儿。但是呢，你看她老公被检方反驳了以后，刘晓宗并没有做什么过多的驳斥，又同意了检方的反驳，并且呢，他刚才主动的又爆出来说，哎呀，孟晚舟晚间擅自行动了，跟别人搞派对了。所以说，从这里啊，反反复复的可以看出来啊，刘晓宗他把这个事情爆出来，他说保安的事情仅仅是个幌子，他是要把这个事情捅出来。然后呢，刘晓宗又说，他不喜欢与孟晚舟还有狮门保安在一起出去旅行、外出游行，因为这样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刘晓宗说，有时候我和孟晚舟一起走在街上，别人很容易认出我们，路人试图给我们拍照，这就是为什么孩子尽量避免与孟晚舟在外面的原因。孟晚舟的老公刘晓宗补充说，卡尔利斯质疑
刘是否真正担心孟晚舟感染新冠疫情？因为他和他的孩子们14天隔离期都是和他在同一个房子里面度过的。刘晓宗则强调，他真的是担心，没有说假话啊。当然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了，是最近孟晚舟的老公才把这个事情给捅出来了。法庭上，刘晓宗作证说，在孟晚舟的保释期间，他和孟晚舟只出去吃了4顿饭，3顿饭呢是在同一家列治文餐厅吃的，1顿呢是在温哥华的一家咖啡店吃的，那家咖啡店同样不对其他顾客开放。孟晚舟的引渡聆讯将在3月1日恢复，目前设定是3月1日至5日。3月15日至4月1日、4月26日至5月14日都有关于滥用程序和引渡的聆讯，上诉可能会将这一过程延长到数年。你看啊，这里面啊，孟晚舟的老公说的这些话非常的矛盾。他一边说，哎呀，不喜欢跟孟晚舟出去的时候有太多的保安，另外一边呢又强调，哎呀，孟晚舟出去玩了，他们有14个人呢，你们咋不去监管呢？一方面又说，哎呀，大家出去都不方便，保安太多了。但是你们看好了啊，孟晚舟老公作证，又说在保释期间，他和孟晚舟只是出去吃了4顿饭。那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只是出去吃了4顿饭，就证明他们也不是很喜欢往外面跑。他们不喜欢往外面跑，但是又把这个拿出来说事儿，往外面跑的时候有保安跟着了，为什么要把这个拿出来说事儿呢？当然了，他也可以推脱说他们不喜欢往外面跑的原因是因为保安太多了，但是孟晚舟老公并没有直接强调要取消这些保安，他只是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颠三倒四的，再把这个事情越捅越大。那么他们的真正目的在哪儿呢？就是这个新闻的最后一句话，孟晚舟的引渡聆讯会在3月1日恢复，目前设定是3月1日至5日、3月15日至4月1日、4月26日至5月14日。有关滥用程序的还有引渡的聆讯，上诉可能会将这一过程延长至数年。看到没有？只要孟晚舟这夫妻俩啊，不停的挑毛病，不停的上诉，不停的打官司，那孟晚舟就可以一直在加拿大的保安的保护下，在加拿大延长他的居住时间，延长至数年。而这数年之间，他都是处于诉讼状态，那他就可以处于保护和监管之下，他自己的安全也有保障，并且呢，他还不用回中国。等于孟晚舟现在跟赖昌星差不多了，赖在加拿大不想回去了，只要一开庭他就找毛病，一次一次的不停的诉讼，一直延长这个诉讼周期。那看到这儿了，可能会有观众觉得，哎呀，那孟晚舟怎么干个啥事情还不说清楚呢？在民主国家应该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呀。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很多事情呢不一定非要把它说得太清楚，尤其是在中共的这种复杂的黑箱政治里面啊，很多东西说太清楚了，反而会给自己招致危险。我们有时候啊，就太过度执着，并且太过度喜欢约束别人，这个可能跟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有关。每个人都喜欢互相捆绑，对吧？其实有时候呀，放过别人也就等于放过自己。你看网上的这些天天你骂我，我骂你，或者像法轮功那样编造谣言啊，对吧？骗人是吧？面具人，我有时候啊就觉得不可思议啊。你看墙内的大部分民众啊，他们有很多是对政治不敏感的人，这些人呢提到法轮功的时候，我大部分情况下啊跟他们聊法轮功，看到的要么就是讽刺，要么很多人啊还真的是觉得法轮功可怜，有同情心，知道吗？但是你看到了墙外他们会同情法轮功，但是呢，你看到了翻墙的这些华人，或者是出了国的华人，对比墙内的华人，他们对于华人，他们有时候他们还同情法轮功，
但是呢，你们去看翻了墙的这些华人，或者是出了国的华人对待墙内的华人，那真的就是满脑子的鄙视瞧不起呀。我出国了我牛逼了，或者是我翻墙了我也牛逼了啊！你生活在墙内，我生活在精神墙外。哼，更有甚者啊，对墙内的这些吃着地沟油喝着毒奶粉的可怜华人，还要骂他们是支那猪，骂他们下贱。面具人，我有时候就在想啊，人呀要换位思考一下，将心比心。你骂他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包括很多台湾人骂大陆人懦弱傻逼，台湾人包括墙外的人骂这些大陆人的时候，你换位思考一下嘛。你出生在大陆的那种环境下，你有本事骂习近平，你有本事别吃地沟油，对吧？你有本事去干死2个城管，干死2个警察，对不对？你都没有做到的事儿，你就不要去要求别人怎么样了，对吧？你不能要求他，他做不做是他的事儿，但是你不能瞧不起他。很多事情也并不是他们想的，谁愿意吃地沟油呀？谁愿意被霸凌呀？对不对？当然了，你说那些极端的五毛粉红有没有？有，但是呢，他们绝对不是主流。哎，可是呀，社会的问题就很复杂。随着中共把教育、把大数据这些洗脑的东西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贯彻在中共的治理下啊，自由思想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少。但是这也并不是我们去瞧不起这些人的理由，因为人生在哪个国家，并不是他自己能选的。他生在非洲，生在朝鲜，生在中国，那不是他能选的。他生到那儿，他倒霉，但是你不能歧视他。所以呢，很多时候呀，没必要太过纠结。我们只需要知道，做好人，不去害人，能帮人就行了。当我们想要去了解一件事儿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往往特别会刻意的寻找真相，想要去弄个明白。因为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人心的浮动让真心的人无法感觉到安全感。但另一方面呢，也表明当事人自己的心态有一种欲望。面具人总结了2种生活态度，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你们听完这个故事总结一下，想一想这种生活态度是你们想要的，还是我讲的第2种生活状态是你们想要的。网络中有一个佛法故事，讲的是有一个寺庙因为藏有一串佛祖戴过的念珠而闻名。念珠的供奉之地，只有庙里的老住持和7个弟子知道这个佛珠的事情。7个弟子都很聪明，很有悟性。老住持觉得将来呀，要把衣钵传给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光大佛法。可是呢，有一天不想，那串念珠忽然不见了。老住持召集来7个弟子问话，说：你们谁拿了念珠，只要放回原处，我就不追究，佛祖也不会怪罪。结果呢，弟子们都摇了摇头。然后7天过去了，念珠依然不知去向。老住持又问了，说：只要承认了，念珠就归谁？但是呢，又过去了7天，还是没人承认。老住持很失望，说：明天你们就下山吧，拿了念珠的人，如果想留下就留下。第2天呢，6个弟子收拾好了东西，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干干净净的走了。只有1个弟子留了下来。老住持问留下的弟子：念珠呢？弟子说：我没拿。老住持又问：那你为何要背个偷窃之名？弟子说：这几天我们几个互相猜疑，我认为总应该有人站出来，其他人才能够得到解脱。再说了，念珠不见了，佛还在呀。老住持开心的大笑了，从怀里取出了那串念珠，戴在了这名弟子手上。佛教讲万法空相，只有不执着于明确的相，才能悟到真理。如果真相能用语言描绘出来，那就是着了相了。所以呢，有时候呀，真相是说不出来的。因此呢，佛祖要拈花微笑，只能启示而不能明说。
每个人对待事情、对待真相的理解都不同，你不能用一个刻板的概念、刻板的话术去圈住所有人。所以呢，大家都要宽容一点。你认为的真相，并非就是我认为的真相；我认为的真相，并非就是他认为的真相。你不能霸道到要我去承认你所谓的真相。网络中还一直在流传着这么样一个故事啊，3个人被误送进了精神病院，其中2个人在精神病院里面努力的要证明自己是正常人，于是呢努力的表现，结果呢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越是证明，结果呢越乱。只有那个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练操练操平常心对待，这个人反而被认为是正常人而放了出来。所以呢，一个正常人想要证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呢，你说的话越多，你套的话越多，越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那些用某种方式去证明自己是真理在握的人，那些用某种方式去证明自己是知识丰富的人，那些用某种方式去证明自己很有钱的人，其实在别人眼里可能都是疯子、傻子或者是穷人。因为人很简单嘛，越缺什么越炫耀什么，对吧？你自己知道你问心无愧了，你知道你不是神经病，你又何必刻意的强调你是神经病呢？这种说法恰恰的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反过来利用。就比如极端的无上限的阴谋论。你反驳我，就证明你怕了，你不怕，你为什么反驳我？所以呢，这些人你也不能用正常的生活态度去对待他。这些人呢，自然由法律来惩戒他。当他们把这个造谣、把这个阴谋论搞出来了，破坏事件，搞出来人命了以后，自然会有法律惩戒他。但是他们并不是我们追随的对象，他们并不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问心无愧，但是与这些人不是一条道上的人。有一种经历叫做历尽沧桑，有一种远望叫做含泪微笑，有一种追求叫做潜行静思，有一种美丽叫做淡到极致。然而呢，比说清楚更重要的是能承担、能理解、能扭转、能改变、能反省自己、能为他人着想，这就是生活之道。这是我讲的第一种态度。接下来我要讲第2种态度，你们听一下，最终你们就可以做出选择，选出你想要的生活态度了。第2种态度就是遇到与个人利益相关的问题时，就以自己是国家领导或者大师、老师、干部自称，或者是因为自己对团队、对革命有贡献为理由而获取更多的利益。遇到政策性的问题时，就以爱党爱国为幌子，或者是以神呀、鬼呀、上帝为幌子，以领导干部或者是老师这种高大上的身份对其他人进行压制威胁，并且呢强制执行自己想要的目的。遇到利益不能平均分配或者是无法得到时，他们便会千方百计的走后门找关系，一定要拿到本来不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利益，充分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和人际资源，尽可能的占用更多的资源，捞取更多的好处。即便是一副棺材，能不花钱就不花钱，别人能拿到的好处一定不能归别人拿，他要把别人的也要给抢占过来。就像那个不要脸的说的，哎呀，毛泽东为啥牛逼？毛泽东能搞文革，把别人全部干掉，把资源抢到自己手里，这就叫牛逼这就应该佩服。在网络中大兴文字狱，动不动用小号呀，或者发动自己的粉丝呀，对不同于自己观点的网民进行打击报复，让他们成为新一代的网络红卫兵。只要自己不满意，就可以搞什么人肉搜索呀、造谣呀，再加上株连九族、扣黑锅，把你全家祖宗18代都骂了，故意的去激化矛盾，危害社会，制造动乱。这种人呢，总想管制别人，总想要求别人干什么，并且呢，他自己还喜欢以大师当英雄自居，喜欢一夜暴富，喜欢赚大钱，
喜欢出风头、出名儿。这种人呢，很少能踏实的埋头苦干，不留姓名的去乐善好施。不管是否认识的人，不管他是否了解前因后果，总是指责别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好，总是喜欢发泄不满，贬低别人，甚至造谣别人，善用斗争哲学批斗到底。别人有的自己一定要有，别人没有的自己也要有，别人有的一定要剥夺，自己有了别人没有，这才能显示自己有。你们觉得这两种生活态度哪一种是你们想要的？留言告诉我。